最近，《华尔街日报》给中国算了一笔账，他们说，中国这轮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导致18万亿美元的财富损失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我给大家掰开了说说。咱先把18万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，大概是130万亿人民币。这么多钱到底有多吓人呢？它比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损失的11万亿美元还要高出63%，而且它几乎相当于中国一整年的 GDP 总量，超过了中国股市的总市值。更让人心疼的是，把这笔损失平摊到每个中国家庭头上，平均每户损失了6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差不多42万。大家想想，这可是普通家庭奋斗10年都未必能存下的钱啊！你说老百姓能不捂紧钱包吗？而且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巴克莱银行早在2021年就预测到这种情况，当时大家还不信。现在呢，不光是房子卖不动了，连带着钢铁、水泥、家具、家电这些上下游产业都遭了殃。这不就跟多米诺骨牌似的，一个倒下去，全都倒了吗？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是中国这些决策者们还在呐喊口号说房住不炒。可是啊，人家老百姓现在是想炒都没钱炒了。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，2024年百城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下跌32个月了，创下了近年来最大跌幅，比2018年的房价还要低 4.18%。 我再给大家算一笔更吓人的账，据最新统计，中国现在有多达8000万套空置房，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存量的一半。8000万套是什么概念？按照每套100平米计算，那就是80亿平方米的空置面积。这些房子摆在那里，每年光物业费和贷款利息就能把房主给掏空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泡沫破裂的时间点选的也是绝了，正赶上人口红利消失。据联合国的数据，中国20至64岁的劳动人口从2020年就开始往下掉了。年轻人找工作难，买房难，结婚难，这3难现象直接导致新房需求萎缩。所以说啊，现在不是房子不能炒的问题，而是老百姓都炒不起了。我估计那些还在说房价不会跌的专家，要么是真不懂经济，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毕竟现在的情况比美国次贷危机时都严重，你说这房价能不跌吗？说完房地产危机，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经济的第2颗定时炸弹——债务问题。这可真是个能把人吓出冷汗的话题。按《华尔街日报》的统计，中国现在的各类债务加起来已经接近 GDP 的300%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我给大家算个简单的账，如果中国 GDP 是100万亿，那债务就是差不多300万亿。这个数字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还要高，比当年欧债危机时期的欧洲国家也要吓人。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呢？这些债务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。说白了就是地方政府找了一堆皮包公司，把债务都转移到这些公司账上了。这些公司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，但说穿了就是地方政府的影子银行。你们猜这些地方政府欠了多少钱？据专家估算，光是明面上的债务就超过了92万亿。这还不算那些藏在账面下的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钱很多都是拿去搞了一些毫无效益的项目，建个花10亿的体育场，结果1年都开不了几次门。最近的新闻你们应该也看到了，温州要拆除网红玻璃栈道，说是维护费用太高。贵州独山县的大数据中心成了烂尾楼，江西上饶的亚洲最大室内滑雪场烂尾了。这些项目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债务啊！为了应对经济下滑，中国现在又在往制造业猛砸钱。结果呢，产能严重过剩，厂家们没办法，只能拼命往外出口。2024年的出口数据就能说明问题，新能源汽车、
光伏产品出口暴增，但价格却一降再降。这不是在赚钱，这是在贱卖啊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去年某些电动车品牌卖一辆车亏损2万多，你说这生意还能做下去吗？但他们不得不做，因为停产裁员的代价更大，这不就成了一个死循环吗？而且现在美国、欧盟都开始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调查，巴西、印度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抱怨中国产品倾销。这下可好，产能是解决不了，反倒把国际贸易搞得一团糟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为了刺激经济，地方政府又开始玩新花样。最近不是传四川要搞2.2万亿的大基建吗？我都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你们上一轮的债都还不上了，现在又准备背新债，这不是饮鸩止渴吗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些问题中国政府是知道的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说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，但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知道痛苦的存在，不等于找到了解决痛苦的方法。现在的情况就是明知道债务有问题，但又不得不继续借钱。所以啊，这债务问题就像是一个滚雪球，越滚越大。现在不少专家都在打比方，说这情形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很像。但我觉得比日本那会儿还要严重，因为日本那时候起码还有人口红利，而中国连这个都没有。这债务的雪球已经滚到了悬崖边上，就看2025年是不是那个临界点了。要是真出了问题，老百姓的钱包怕是要再遭殃啊！说完了房地产和债务问题，咱们再来看看第3个定时炸弹——人口危机。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问题啊！你们发现没有？政府现在特别爱喊要提高生育率，但问题是，现在的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谈什么生孩子？来，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。现在年轻人工作多难找。2024年大学生失业率已经高得吓人，以至于政府都不敢公布具体数据了。我们从侧面数据也能看出来，2024年应届生平均薪资居然比2023年还低了15%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万般皆下贱，唯有读书高，变成了万般皆下贱，读书更下贱啊！而且更搞笑的是什么呢？政府现在说要发放生育补贴，我刚才查了查，最慷慨的地方也就给个3万块钱，这钱连半年的奶粉钱都不够啊！有钱人根本看不上这点钱，没钱的人就算给了这点钱也不敢生，因为养不起呀。再说人口老龄化问题，按联合国的预测，到2035年，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要达到25%，也就是说，到时候每4个人中就有1个是老年人。现在的年轻人不仅要养孩子，还得赡养老人，一个人得养活一大家子。你说这压力得有多大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要搞财富效应，说白了就是想让股市楼市涨，让老百姓感觉自己又有钱了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股市都快跌成谷跌了，楼市更是32个月连跌不止，你让老百姓怎么相信啊？最近网上有个段子挺火的，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左有房贷右有车贷，前有卡债后有网贷，这说的可不就是现状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让人家敢结婚生子？而且更要命的是，这3个问题是相互勾连的。房价跌了，年轻人不敢买房，不买房不敢结婚生子，不生孩子，人口继续萎缩，人口萎缩了，房子更卖不出去，房子卖不出去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就完蛋，土地财政完蛋了，债务问题就更严重，这不就成了一个死循环吗？所以说啊，现在连国际投行都在唱衰中国了。巴克莱预测2025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只有 4%，2026年更是只有 3.9%。但说句实在话，就这个数字，
我都觉得有点乐观了。因为现在各地造假成风，你还记得河南第一季度 GDP 增长 9.6% 吗？结果年底一查，发现有造假嫌疑，这不是闹笑话吗？说句难听的，现在这情况还真有点像明末那会儿，上头是一群只会喊口号的官老爷，下面是一群水深火热的老百姓。我是真心希望政府能拿出点真格的措施来，而不是整天在那儿大水漫灌，适度宽松。要是再这么玩下去，他不是要出大事啊！